在师徒四人取得真经，成圣成佛之后，又各自去到了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现如今关于《西游记》的续作，大概可以分为3种类型。第一类是像黑神话悟空一样，通过阴谋论的方式，针对《西游记》原本的故事解读；第二类是像《西游记后传》一样，通过再创立一个新的反派的方式，针对《西游记》原有的内容扩写；第三类就是像《后西游记》一样，仿照《西游记》的模式，再创立一支全新的取经队伍。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3类续作来聊一下西行之后的故事。在黑神话悟空的开篇，首先就是二郎神杨戬率领天兵天将和众多西行路上的大妖共同围剿花果山的场景。这里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既然孙悟空已经取得了真经，那天庭为什么还要围剿花果山呢？在黑神话悟空的故事背景中，神仙和妖怪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善恶、什么道德之上的差别。判断一位修炼者是神还是妖，完全取决于这名修炼者是否加入了天庭的阵营。简单来说，天庭之内就是神，天庭之外则是妖。所以在取经之前的孙悟空，为了反抗天庭对于3界的统治，曾联合了多位大妖，一路打上了凌霄宝殿，结果就被佛祖镇压在了五行山下。在被镇压的这500年中，孙悟空逐渐意识到，作为妖怪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位列仙班，接受天庭的招安。因此在无奈之下，他只能带上紧箍咒，加入了西天取经的队伍。在取经的过程中，他一面帮助天庭铲除遍布在天地4方的妖怪，一面又帮助心存善念的妖怪，设法让他们也加入天庭的阵营，比如黑熊精、如牛魔王等。这里听起来确实像《水浒传》的故事。取经归来之后，孙悟空摘下紧箍咒，辞去佛位，回花果山过起了逍遥自在的日子。到了这里又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曾经想要加入天庭的孙悟空，为什么又突然辞去了佛位呢？按照黑神话的前作斗战神和黑神话悟空中隐藏的线索来看，天上的神佛并不是通过修炼来实现长生不老，而是要依靠一种叫做灵运的东西延寿。这个灵运的来源方式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直接猎杀修炼者，第二种是将修炼者，也可以说妖怪，炼化成为灵丹。也就是说，天庭通过招安一些强大的修炼者，然后再让这些强大的修炼者去帮助他们猎杀弱小的修炼者，以此来实现所谓的长生不老。得知这个秘密的孙悟空不愿和天庭的势力同流合污，因此就遭到了天庭势力的围剿，或者说灭口。在孙悟空和杨戬对战的过程中，一开始还打得有来有回，但没想到到了关键时刻，原本消失的紧箍咒又再次出现。紧接着画面一转，在紧箍咒的影响下，孙悟空被杨戬击杀，本体分成了6个部分，也就《西游记》第14回所提到的6贼6根，分别是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丝、身本幽和意见欲。其中孙悟空的眼耳鼻舌身被杨戬分给了5位大妖，而最后的意则化身成了一位天命人。传说天命人如果能够击败5位大妖，寻回其他5根，那就有可能复活孙悟空。于是天命人就重新走上了西行之路。在天命人寻找根器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不同根器与不同妖怪之间的对应关系，也发现了这天下所谓的妖魔鬼怪并不是天生就喜欢为祸世间，所谓的神仙也并不是天生就有着慈悲心肠，所有的人都只是贪嗔痴的容器，是被欲念所左右的工具。比如说金池长老与黑熊精，金池长老一面对黑熊精说眼不见心不乱寻常修为，入一切相破一切相方得自在，一面又四处炫耀自己的修行，逢人就吹嘘自己精心收藏的袈裟。当他看到唐僧所携带的锦兰袈裟之后，瞬间就被心底的贪念遮蔽了双眼，最终在欲念的左右下自取身亡。同样黑熊精在得到了孙悟空的根器之后，也是被心底的贪念蒙蔽双眼，整日享受着各路想要的朝拜，而这件根器就是眼见喜。黑神话悟空一共有2种结局，第一种是在击败了所有大妖，获得了全部的根器之后，又重新回到了花果山上，并在这里击败了孙悟空的大圣残躯，最终实现了6根合一。然而在这个结局中，成为新的孙悟空的天命人却又再次带上了天庭，控制这些修炼者的工具，也就紧箍咒，等于是再次成为了天庭的打手，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结局。在第2种结局中，天命人击败所有大妖，获得了全部的根器之后，并没有立即回到花果山，而是进入了杨戬的山河设计图，并在途中击败杨戬，从杨戬的第3只眼中获得了孙悟空的全部记忆。他这才明白整个天命人的循环就是孙悟空、杨戬和众多反抗天庭的神仙共同设立的一个计谋，为的就是以牺牲肉身为代价来摆脱掉紧箍咒的束缚。也就是说，这一次复活的才是真正的孙悟空。故事到了这里就戛然而止，那接下来的故事是什么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悟空传》，有小说也有电影。按照这个结局来看，《悟空传》应该就是黑神话悟空的续作，接下来就是打上天庭的戏码。我们再来看《西游记后传》。《西游记后传》的故事背景是设立在取经归来的300年后，起因是有一个叫做吴天的教主，趁着佛祖的圆寂之日，带领教众霸占了整座灵山，并且自封为是无天佛祖。整部后传讲的就是师徒4人合力击败无天佛祖的故事。我对这部剧印象最深的不是取经4人组，而是他们摇着花手一般的拍摄，重复3番5次的剪辑和对于吴天这一角色的塑造。吴天为什么要抢夺3界呢？在后传的故事背景中，吴天这一角色借鉴了佛教中摩罗和紧那罗的特征，定位是佛祖自身的劫难，当然也有着等同于佛祖的地位和能力。在很久之前，紧那罗的师尊优婆罗陀派他去犀牛贺州，也就是阿婆门的地盘弘扬佛法。这里的阿婆门指的应该就是印度教。因为两者有着竞争的关系，所以当地的大祭司为了驱逐紧那罗，就给他出了3个难题。哪3个呢？第一是劝一个世代为贼，整日以偷窃为乐的惯偷袭手；第2是劝一个压迫百姓，整天以欺人为乐的恶霸庭手；第3是劝一位叫做阿修的妓女从良。
没过多久，紧那罗就劝服了盗贼和恶霸，但是到了阿修这里却犯了难。为什么呢？因为阿修让紧那罗陪他过夜。作为佛教的大护法，作为佛陀弟子的紧那罗，又怎么会答应一个妓女的请求呢？这个阿修为什么会提出这么离谱的要求呢？这里就引出了阿修的故事。说是在阿修11岁这年，曾有一位阿婆门的教徒为他卜卦，说他的身体是圣体，以后注定要嫁给尊贵的国王。但阿修却不愿意接受天命，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嫁给一位真爱的人。所以为了远离国王，他就自愿来到了娼妓之所。这些年以来，阿修愈加绝望，因为接触他的人都是贪图美色，没有一个人对他怀有真爱。听完这个故事以后，紧那罗顿悟，既然他的使命就是普度众生，那为什么非要遵守冰冷的戒律，而忽略了绝望的阿修呢？于是紧那罗就以自身度化了阿修，阿修也答应了他此后从良。尽管紧那罗已经完成了大祭司的任务，但大祭司仍然以其妖言惑众为名，要将紧那罗处以火刑。得知此事的阿修知道大祭司垂涎自己的身体，于是为了营救紧那罗，就以身体作为交换，并在1夜之后又以死明志。尽管紧那罗完成了世尊的任务，但在其返回灵山之后，却又被世尊以6根不净为由逐出佛门。在接连打击之下，万念俱灰的紧那罗一念成魔，发誓要改掉3界之中所有不合常理的规则。我们再来看后西游记。后西游记的故事背景是设立在取经归来的200年后，大概也就是在唐宪宗时期。经过了200多年的传经，人们发现真经非但没有帮大唐消除罪恶，反而有不少僧人都打着祸福相报、因果业力的说法大肆敛财。他们建立了威严的佛像，企图用神灵的威压来胁迫世人。他们编造了虚假的经文，试图用真经的说法来愚弄百姓。得知此事的三藏大惊，于是就和悟空一同降临人间。两人先是去到了法门寺，结果发现法门寺的住持正拿着因果轮回的说法，以恐吓的方式威胁百姓布施。两人又去到了弘福寺，结果发现弘福寺正在大兴土木，表面上是为了迎接佛祖的指骨，实际上是为了从朝廷的工程中借机发财。师徒两人感慨万千，于是就返回灵山请教世尊。世尊说他们当年只拿到了真经，没有拿到真解，这才导致了大唐的僧人胡乱解经。因此师徒二人又重新组建了一支取解队伍，要求这4人再次赶赴西天，寻找真正的释经之法。他们分别是孙履珍，也叫做孙小圣，和孙悟空一样，是从花果山的灵石中诞生。另外还有朱守卓，法号叫做朱一戒，是猪八戒和高翠兰所生之子。另外还有沙智和，法号叫做沙弥，是今生罗汉沙悟净的弟子。最后就是唐半骥，原名叫做大颠和尚，这位和唐僧一样，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人。而且有意思的是，作为僧人的大颠，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小说中，都与贬佛的韩愈是莫逆之交。我们都知道韩愈曾写下了一篇《论佛骨表》，在文中大骂佛学对于朝政、对于百姓的危害，结果就被唐宪宗贬到了潮州。到了潮州之后，韩愈和大颠法师一见如故。大颠称赞韩愈是在为佛门清扫妖僧，而韩愈则彻夜和大颠谈论佛法的玄妙。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有罪的不是佛法，而是那些假托佛法的妖人。《西游记》以师徒4人的取经过程，讲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理念，而后《西游记》则以同样的取经过程，讲述了人们为什么会乱用佛法，以及这些佛法背后的深意。我们大体来看一下后《西游记》中2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妖怪。第一个叫做文明天王，他居住在玉家山上，以此山为中心，方圆千里都属于是文明天王所管辖的文明之邦。文明天王有2件法宝，第一件是以财压人的经典，第二件是以学压人的春秋笔。朱一戒6根未尽，抵挡不了经营的攻势。孙履珍虽然不贪财，但却抵挡不了学问的攻势。唐半骥是个僧人，是个读书人，虽然不怕春秋笔，但却害怕文明天王的经典。以财富对抗读书人，对抗僧人；以学问对抗勇士，对抗武将，这是文明天王惯用的手段。无奈之下，孙履珍只得去请既通文又通才的魁星下界，这才知道文明天王本是一只麒麟，出生在春秋时期，后来捡到了孔子手中的春秋笔，这才化身成为了文明天王。显然这里的文明天王就是儒家文化的象征，它代表着掌控了学问的解释权，掌控着社会财富的权贵阶层。这些权贵可以用文字禁锢天下人的思想，可以用财富控制天下人的生命。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条生命，每一种本该活跃的思想，都被文明的系统死死压制，直到他们完全失去了自我的意识。另外还有造化小儿，据说此人与天地同寿。造化小儿有无数的圆圈法宝，这些法宝专门禁锢人们的弱点。在造化小儿与孙履珍的战斗中，他一连丢出了名圈、利圈、贪圈、色圈等19种圈套，结果都被孙履珍一一躲过。但因为孙履珍的好胜心太强，所以又被好胜圈所困。孙履珍急得上蹿下跳，连忙遁入了云层之中。在这里恰好碰上了太上老君，老君也有着同样的禁锢法宝，所以对这一类的法术知根知底。他对孙履珍说：“你的身上哪有什么圆圈，不过就是你自己套住了自己。”听罢，孙履珍突然顿悟，于是就挣脱了圆圈的束缚。以上就是这3类续作的背景故事。看完之后，大概就能明白《西游记》为什么能够位列4大名著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白同学，我们下期再见。